我的婆婆和小姑子们呢，特别想拍一套古装照，因为他们没有古代。加拿大这国家建国156年，他们的古人还都健在呢。加拿大的古人是喝可乐长大的，所以古装照的事儿呢，只有在这儿能实现。于是我们就推进了。然后我呢，本来也是在这一套古装全家福里边的，但是我去晚了。我去的时候，大胖媳妇和温迪已经化上妆了，我就等化妆师腾出手来给我化妆。但是1个小时了，没有人搭理我。我还想这全家福怎么没有人管本宫呢？结果我听化妆师指着温迪和大胖媳妇说：“这老两口子都化完了，现在就剩4个孩子了。”我才明白，化妆师、摄影师以为他俩是老两口子，我的小姑子在澳达拿铁全是他俩的孩子。怎么说呢？祖孙3代人，我爱我家的配置硬拍成了家有儿女。更好笑的是，这儿所有的人都以为我是导游，这是我接的外团，以为我来要回扣的。我寻思就将错就错吧，我就没加入。但是比辈分更乱的是朝代，大胖媳妇啥也穿不进去。最后人家说有一套皇帝装新买的，给特型演员穿，要不第一次就给他穿吧。于是大胖媳妇就穿上了皇帝的新装，但是第一次穿，脖领的扣就崩掉了。先帝创业未半，而中扣崩殂，而且皇帝稍稍一站立，裤子就开线了，挺君主立宪的整的。温蒂呢就喜欢皇后装，问我知道你们这儿有一个什么电视剧，就真什么传，里边的女的都穿我这衣服。我说不是，是里边的女的都想穿你这衣服。温迪说：“那我儿子是那里边的谁呀？”我说：“你叫温迪，你儿子只能是温实初呗。”然后嘛，Lisa 选了个唐装，尼寇选了个汉服，拿铁和在澳达也各有选择。最后，温迪和大胖媳妇这老两口子带着他们的孩子，6个人，4个朝代，2皇帝撞，然后就开始化妆，这个费劲呢。首先，皇后她听不懂汉语，说不明白话；还有就是皇后看着是很年轻的，但是因为有点细纹，还有点卡粉，再加上贼白，就稍微有那么一点盗梦挖出来的感觉。温迪，你用这娇兰的兰花面霜够滋润，让底妆更服帖，质地柔，抗老硬，长期使用可以淡化脸上细纹，成分特别天然，珍贵兰花成分搭配全株兰花分子萃取科技，从细胞根源促进胶原蛋白新生。我用的是清温的，因为我皮肤硬。你干皮可以选丰润型，一直使用，你就是那种最少女的太妃。妆化完了，我们去了现场，可热闹了。小皇帝全程不配合，老皇帝衣服一直崩开。然后拿铁不是有个小清朝辫吗？摄影师一直指着温迪跟我说：“你让老两口再近一点，你让妈妈拉一下儿子的长头发。”温迪说：“我儿子没有头发。”后来保安过来说这儿现在规定不让商业拍摄了。我说我们完全不知道这事儿啊。那影楼接这活的时候也没跟我这个导游说呀。但是没办法，我说那行吧，温迪不让商拍，咱就得回家了。但是温迪坚持，我租了衣服，就算不让我拍照，没到点我也不脱。我毕竟租了2小时，哪怕是纯溜达，我也再穿10块钱的，但是很快就有了一个小群体围观他们，我以为是他们很火呢，其实不是，这些人都以为这是景区有表演的。我在旁边站着，好几个大姐过来找我，跟我说：“给我拍一个，我扫你还是你扫我呀？”我才发现不止化妆摄影，就这儿的游客也以为我是导游。我就想说，你们都是怎么想的？当然是你扫我了。哎，你们知道我大胖媳妇的人生梦想是啥不？就是能够进入温斯敏斯特宫，也就是咱们说的英国议会大厦。你们可能看过他们开会，就基本以干架为主，就是英国夕阳红版本的奇葩说吧。他一直梦想着进入这个议会楼，为这事儿呢也没少念书，没少努力，这些年一直申请这类的工作，最后终于拿到了能达到这个梦想的 offer， 就是英国环境保护部门的一个高级政策顾问这么个工作。哎呀妈，当时拿着 offer 的时候给俺乐的哈，就那个时候的我不是张彩玲，不是张博主，我是1.53米的小贤妻加上小良母，吃着臭炸鱼配着马铃薯，等着老公当议员把我来滋补。不过即使我是议员的夫人，也不耽误我从奇葩说片场往家顺东西。不过没事，我观察了，看别人也往家花了。offer 终于拿着了，部门听着也挺好，反正环境保护这类的活我听着是挺高大上的。参与铁岭臭氧层子的修补，安排殉情傻狍子的归属，督促佛系大熊猫的繁衍，鉴别已故霸王龙的公母，基本就是这是我想象的活儿。结果真正拿到手的活呢，说起来挺好听，实际上就是玩塑料袋。但是玩塑料袋也不是那么好玩的呢，在玩之前你还得接受这个漫长的安全背景调查，就是调查你这个人有没有安全隐患，可不可以出入就政府办公大楼。经历了漫长的好几个月，这调查才过，就证明了他这个人除了老挨打没有啥安全隐患。结果呢，疫情爆发，所有人都搁家办公，完事儿你们也都知道，前一阵直接咔嚓就失业了嘛。哎呀，就感觉他离他的梦想好近呐，结果最后连这议会大楼的门都没摸着，倒是没有隐患，直接成为了幻影。所以心碎在红尘，可怜追梦人，只恨命运你是不回家的人。完，他当时在家办公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录短视频嘛。完，他这边工作慢慢找到感觉呢，我这边也开始慢慢收获粉丝儿。然后去年盛夏，
就是收到了奇葩说的邀请嘛，我乐颠的我就回来了嘛。结果回来之后发现自己没有那大能耐，哎呀，在青岛待那个14天，就天天在宾馆看着我女儿视频，搁那呜哭，哭的人家工作人员把我的小猪佩奇的橡胶水果刀都给我没收了嘛。然后我现在因为这个特殊的造型嘛，我就喜欢把这个电脑放到床上，然后我跪在床边写稿，这样我不约的上，我要不难受。结果有一次我妈出去给我买饭，回来看我搁那跪着写稿呢，哎呦我的妈，戏这个多呀，啪嚓也跪地下了，抱着我就开哭，咏叹着白天不懂夜的黑，要强的女人多伤悲，给我整一愣一愣的。我寻思我也没咋地呀，那你要不然不也得写稿吗？所以今天人家让我聊聊梦想这个主题，我都不好意思。我自从回国以后，我发现就身边的人都太拼太努力了，我跟人家一比，我就肚脐眼外翻翻的比较努力。我只是说这个孕妇的造型给人一种我好拼的一种错觉。我记得有一天我跟熟人姐battle之前，她马上要上场了，从卫生间出来，结果地上有水，啪嚓拽那儿了，当时脚就崴伤了。所以马老师有多抠，就拖布都不买。完当时俺俩一块入场嘛，她脚疼往前撅着，完我怀孕往后仰仰着，俺俩老像那个就是唐伯虎点秋香里的那俩人叫啥了，忘了叫啥了，反正就是一瘸一拐的，俺俩就一块进去点秋香去了嘛。然后他这一边往里走，他的助手就在他的脚踝附近哗哗哗一顿猛喷那云南白药。所以要说熟儿姐还是有钱，就是能喷了至少70多千瓦的白药吧。最后俺俩就特别像这个唐伯虎点秋香里这俩人，带着干冰效果就架着雾进去的。我的意思呢，就是大家都太努力了。所以现在虽然我也想我这大胖媳妇和我女儿，他俩也想我和这个要出生的老二，但是呢也没啥可后悔的。我就够幸运的了。这奇葩说方便面咱说也往家划了至少1沓了，那我大胖媳妇折腾那么长时间，议会大楼1瓶矿泉水1袋方便面也没划拉着啊，梦想就戛然而止了。今天哭泣的小红唇，以后有序的小灵魂，今天那点小无奈，10年后的下酒菜们。所以呢，我和我失业待养的大胖媳妇，我家翟耀达还有这个老二，祝大家在牛年里，在追梦的路上，喜欢谁就大声讲，惦记啥就大胆想，少听魑魅与魍魉，想要就去想。就像康师傅红烧牛肉面说的嘛，不管梦想多奇葩，一口一口实现它。哎，你们知道外国人跨年的时候有个亲吻习俗，就是12月31号的晚上，在跨年的钟声响起的那一秒，要在烟花下亲吻你身边的人，不管是谁，就是抓离你最近的那个人。在他们的文化里，就这个事儿他必须得做，可能就是寓意上是预示着新年的好运呢之类的，具体的我也不知道。然后今年呢，12月31号的晚上，我正好在一个剧组拍戏，我答应了大胖媳妇11点半我应该能到家，但是剧组呢他一直有延误，就没有准时收工。到11点45了，我就给大胖媳妇打电话，我说咱俩今年跨年没戏了。大胖媳妇说，那我的一吻跨年呢？我烟花都准备好了，年年都有这个仪式，你今年也必须履行。我说一吻跨年肯定没戏了，我就是现在离开，我回家也赶不上跨年了。他就非常不高兴，但这玩意儿有讲究，他又不能放弃。于是在我的手机监控录像里，我就看到这个男人从11点50分开始坐立不安，仿佛一个走上绝路的猛兽在倒计时中寻找他的猎物。我才明白，绝望中的人与兽都是饥不择食的。他可有心眼了，为了不打草惊蛇，他11点55开始坐下跟我爸瞎聊天。为了让敌人卸掉防备，他搬起自己脚丫子给我爸看，问我爸：“爸爸，为什么我的灰指甲开始歪着长了？”我爸还低头仔细给他看呢，说：“你这灰指甲就是今年下半年开始有点往北长了。”你这好了。他利用着我爸对他灰指甲的关切，11点59分59秒，把老丈人一吻跨年了，一吻跨年。喂，我离得远点。好，喂，关键好。哎呀，为什么？亲完之后发现忘记了烟火，于是他点起了烟火，在绚烂的烟火中把老头又亲了。我也好。这跨年我在剧组里还挺开心，因为毕竟有我爸替我负重前行。我在剧组里还收到一些跨年礼物，其中这个汤臣倍健小金罐蛋白粉新年礼盒特别好，里边都是便携装，平时出门很方便，1天1条，4重蛋白配方，长时间补充蛋白质，很适合我这种没时间补充营养的妈妈。还附有祝福彩条，聚会带上很体面。半夜2点多我终于回家了，一开灯，大胖媳妇瞪俩大眼珠子在那等我呢，生气了。我说生啥气？我爸也让你亲了。他说我亲完你爸，我又仔细查了一下，跨年一吻，你吻的是谁，就寓意着新的一年你和这个人有更亲密的关系和更进一步的发展。而我和你爸再亲密下去，对谁都不好，对谁都不好。然后他这次真生气了，咬准我没有履行诺言。元旦那天早上收拾好行李要走，我看这一个大行李箱一个大书包，这完全是要回娘家的架势，就要走。哎呀妈，那出让他给你整的，你以为他要回加拿大呢？我都害怕了。结果一问，人家要回铁岭找我奶，他说他都打好招呼了。今天早上给我奶打的电话，说彩玲欺负他，我奶亲口跟他说的，说大胖小，你回奶家，奶给你做主。我会替人，奶奶要保护我，还甩给了我一句狠话：要不是我的新车被上缴了，我现在还不用在这等车跟你废话，我早已扬长而去，甩你一身悔恨。